提到陈圆圆，我估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典故。明朝大将吴三桂镇守山海关，听说自己心爱的女人陈圆圆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给抢走了，顿时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不惜投靠清军，引狼入室，致使中年沦陷，生灵涂炭。由此，陈圆圆也担上了红颜祸水的骂名。似乎大明的父王、清兵的入关都和这个女人脱不了干系。那么陈圆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有人说她出身青楼，有人说她不仅是吴三桂的女人，还曾经被崇祯皇帝所宠幸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《鹿鼎记》中，陈圆圆居然爱上了李自成，还跟他生了一个女儿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位间接地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乱世红颜，和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。明末清初，在南京的秦淮河畔，有8名才貌双全的青楼女子，被称为秦淮八艳。她们个个风华绝代，盛名在外。其中名气最大、命运最曲折的，当属陈圆圆。陈圆圆出生于江南，原本姓邢，可能是命里缺水，取名为圆，小字叫圆圆。邢家并不富裕，仅能维持温饱。没过几年，圆圆的父亲去世，她被姨母一家收养，也就跟着姨父改姓为陈，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。据说她从小便生得粉雕玉琢，十分漂亮，小年纪就能隐隐看出来，这日后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。后来姨父一家因为生活拮据，竟将她卖到了苏州的梨园。所谓梨园就是最早的戏班子。在古代，戏子那可是社会的最底层，一个女孩子来到这种地方，基本上跟沦落风尘差不多。好在陈圆圆不仅有一副好样貌，也有一副好嗓子，再加上勤学苦练，第一次登台表演，虽然只是出演《西厢记》里的配角红娘，却能比主角崔莺莺更让人过目不忘。结果陈圆圆一炮而红，成为秦淮八艳之一。很多人为了目睹她的芳容，不惜从各地远道而来。这其中就有明末4公子之一的冒辟疆。这冒辟疆是一个英俊潇洒、处处留情的风流才子，也是陈圆圆的粉丝之一，经常来梨园给她捧场。陈圆圆在台上动情地唱，他就在台下痴情地听，一来二去，俩人便互生情愫，相谈甚欢。从小缺爱的人，别人给点糖就以为是甜的。陈圆圆以为找到了真爱，把对方当作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这一次，她不想再当红娘，她要变成主角崔莺莺。只是陈圆圆那时候年纪还小，她不懂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。戏台上她是陪衬，现实里她也成不了崔莺莺。冒辟疆把风花雪月给了她，却把白头偕老的誓言给了秦淮八艳中的另一位美女董小宛。故事里的张生找到了他的崔莺莺，却没有人再记得红娘。关于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，我也专门做过2期节目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就在陈圆圆怅然若失的时候，一个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男人出现了。这个男人叫田红玉，他是崇祯皇帝最宠幸的田贵妃的父亲，当今的国丈。只不过那会儿田贵妃因病去世，田家在京城的地位一落千丈，田红玉早就失去了往日的荣光。闷闷不乐之余，田红玉一个人到江南散心。一个有求于他的财主花600两银子为陈圆圆赎了身，把她送给了田红玉。田红玉一见陈圆圆，简直是如获至宝。这个女子长得如此国色天香，如果把她献给皇上，岂不可以弥补女儿去世后田家失宠的尴尬？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可惜崇祯皇帝没空儿女情长，江山岌岌可危，皇上烦心的事儿多着呢。陈圆圆仅仅在紫禁城里待了2个月，就被送回了田府。如果后来陈圆圆没有认识吴三桂，并成了他的爱妾，明末清初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，他也不会背上红颜祸水的骂名。那么这2个人
又是如何相识的呢？吴三桂当年是明朝的武将，因为骁勇善战，深受崇祯皇帝的器重。后来，吴三桂成了镇守边关、抵御清兵的护国大将军，兵权在握，一时风头无两。很多达官显贵都想巴结他，当然也包括那个见风使舵的田红玉。在一次家宴上，田红玉故意把陈圆圆叫了出来，让他在吴三桂的面前跳舞。吴三桂第一次见到身段婀娜、舞姿翩跹的陈圆圆，居然挪不开眼，迈不动腿，甚至魂儿都丢了。吴三桂对陈圆圆一见钟情，确切的讲是见色起意。在吴三桂看来，之前见过的无数美女在陈圆圆面前都黯然失色，吴三桂的失态都被田红玉看在眼里。于是他不光将陈圆圆慷慨相赠，还奉送了一大笔的嫁妆。面对这样一个强势的男人，陈圆圆不敢不从。吴三桂手握重兵，他根本惹不起。都说美女爱英雄，吴三桂当时名满天下，也算是一个英雄吧。陈圆圆对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我们不知道。但他在被冒辟疆辜负以后，会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吴三桂？毕竟对于一名弱女子来讲，身处乱世，光靠演戏是活不下去的，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。吴三桂有权有势，还十分宠爱他，看他的目光总是格外的炙热。跟着这样的男人，一辈子都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是他也明白，吴三桂贪图的只是他的美色。自古以色示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等到美人迟暮的那一天，吴三桂恐怕就会将他抛诸脑后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就在陈圆圆在吴府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大明王朝的江山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那一天。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，逼近北京。另一方面，关外的清军也虎视眈眈，准备进攻中原。刚过新婚之夜的吴三桂就接到崇祯皇帝的谕旨，让他赶赴山海关迎战。吴三桂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绝代佳人，重新披挂上阵，继续开启他的戎马生涯。然而，大明的江山注定气数已尽，浴血奋战也抵不过敌军的来势汹汹。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城，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身亡。陈圆圆随同吴三桂的父亲一家全部成为阶下囚。随后，一则八卦新闻开始在京城内外流传，就是这条八卦让陈圆圆背上了红颜祸水的骂名，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欲知详情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，让久远的故事更加接地气。我是曾子航，欢迎点赞并关注。